总预算因为卡关了，所以韩国瑜说呢，新春啊，赖清德他会把5院长再找去啊，新春团拜他说呢，这样行政立法一次冲突对老百姓一点帮助都没有了所以呢，他说要化什么叫化呢？就化解的意思了他说呢，这个希望化解冲突通常我们的化繁为简化冲突化干戈为玉帛，这是化所以韩国瑜说他将来要跟赖清德说，化你就任何事想想就是能化解就化解吧，不要这样僵直这样僵硬的对立了因为赖清德个性也是这样。他以前说台南市议会200多天不进议会，你就算跟李全教搞不熟，你跟那议员有什么何干呢？你跟选民有什么何干呢？你也不去，他就这样子。你40%的选票，你就既然在野都承认你是总统，没有说你不是总统嘛，那你40%，那你得承认你在立法院只有40%几在野有超过一半了，就要承认这个现实，然后想办法各退一步，政治就是各退一步嘛。那你是僵在这个地方所以韩国瑜能不能劝得成，我也很怀疑了好吧，他要化解去化解吧民进党委员说，希望蓝营放弃一己之争。其实蓝营固然坚持他的立场，你真的有筹码还是执政党嘛？你要善意，执政党要丢出来才重要嘛。所有东西筹码都在你执政党手里那民进党的书记长说，韩国瑜只会垫便当，只会订便当然后呢，只帮委员庆生，有什么用其实韩国也是个好意，也没有什么恶意就是说好吧，就劝赖清德是不是能够化解大家各退一步嘛。那另外呢，这个美国国务院说呢，古立言充分代表美国政府，代表国务卿了等于是国务卿派在各国的这些代表所以呢，这个意思就古立言讲话呢是有他的代表性了。我们看一下，到这个年纪了，我看很多事情事物的看法跟过去是有所不一样。我希望能够找出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路，让国家能够往前进。台年心境转变，只怕国内政治僵局没有转圜空间。国内3个政党在对撞，美国国会跟台湾的国会之间，在野党之间也在对撞。美国直接几乎点名批判在野党，点名批判，特别是以国民党为主。我觉得这个已经到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负面发展。有些台美发展呈恶性螺旋，毕竟近期连美国国会议员都指控我国在野党在立院阻挡军费。韩国瑜也向总统赖清德提出谏言，赖清德总统可能会过年的时候新春会邀5院院长去，我会正式跟他提议，是不是要考虑化这个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逢凶化吉。中国文字这个化学的化非常的有妙用，永远冲突，这个对台湾老百姓一点帮助都没有。呼吁朝野能把化字放在心上。不过近期为了国防预算，在台传真引线的 AIT 处长古立言取消在野党批评，只等不如一个司长。在台协会这个处长古处长，那当然也有人批判他什么，毕竟他是执行美国国家利益的在台湾的驻台最高机构的负责人，我想这基本的尊重是很重要的，判给古立言基本尊重。但很可惜，韩国院长是唯一也是最有机会主持相关公道、促进预算实质审核的人，但很可惜，他到现在没有作为，还想丢包给赖清德总统。我们就要问，有一个只会订便当或是宣布生日快乐的韩院长，到底有什么用处？只会丢包，只会甩锅，没有担当，请你拿出肩膀，负起责任。眼下预算难题，朝野看来还是没有交集线。去看，现在看起来是韩国瑜的话对上赖清德这个僵局的僵，这个话为什么能把这个僵局化掉？韩国瑜提这个话非常好啊，大事就把它化小，小事化无，而且逢凶可以化吉啊。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哈。事实上，韩国瑜在解决总预算的问题上面，他是非常用心的。像去年那个总预算后来为什么可以化解？就他出面好几次你总统太太拜托赖清德来拜托，他后来就邀集朝野大家一起来讨论嘛。所以去年总预算后来有没有解开？有呢。我离开立法院之前，韩国瑜在讲这个事情，他说：“齐凯，那古年我们那么努力，去年本来民进党也是没有依法去编列这个预算的啊，公粮收购什么那一些啊，连庶民的进华补偿条例，后来没有解开。”有嘛，就包括韩国瑜用化解的方式解决了嘛，现在明显的坏在这个地方啊，你明明过去有成功的个案有化解方式，他不要，他一直都是陷在那个僵局里面嘛，所以我刚刚讲是化对上的这个僵局，那这个僵局要怎么去解？不是像陈培宇这样讲的，陈培宇你明明知道去年是有化解的，你为什么不能够往好的方向去讲？你现在可能唱衰啊，这样搞下去，老实讲，失败整个受伤最严重的是整个台湾的这个社会，老实讲。
在野党可能没有赢，你民进党也没有赢，受伤的最严重的是这个，所以起码被跪你啊，拜托这里民进党不要什么造谣四部曲，或者每次都是唱衰。既然有一个化解的机会，当共同坐下来，用以前成功的个案来化解这个总预算。另外一样嘛，刚讲这个国防预算1.25兆，这个台湾民众党就是非常理性、务实、科学的嘛。刚讲有项目就让它过，所以我们提出这个4000亿是什么？最主要是3100亿是美国战争部都已经有了，它有项目当然就可以审啊。我们都讲过，这是第一期嘛。我们当初有讲了，你如果有公布新的，因为那时候实际上包括黄国昌人去美国的时候，美国那边就有讲了，他有某些项目那时候是在讨论的，就是台湾我们的国防部跟我们军方有提出了非常多项目，可是他要不要卖你，不一定哦。所以他是经过审慎的这个评估之后，他有3100亿嘛。那后来那段时间就已经知道说还有部分是在审。好，那今天有最新消息，就刚刚永平讲的，既然你讲出来说可能后面要200亿美金是6100亿嘛。对不对？这可能是1.25兆里面的，那你要项目啊，目前项目没有出来，没有出来的，你等项目出来以后，就把这个部分再加进来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用第一期，然后分年或者分期把它追踪好，你项目给我们，然后我们看你到底有没有该给我们的，有没有给实不实用，然后我们这个先第一期先过，第二期，比如说像国民党讲的嘛，你第二期可以编到本来我们4000亿，那你再加上这个5、6千亿，就变成已经将近1兆了哦。所以你只要有项目，不是空空如的，像这个赖清德，拜托我提醒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经过每一次都是先有项目才会有经过案。刚讲了 F16这个整个采购就是这样子嘛。以前的不要讲国民党，民进党执政陈水扁是这样，蔡英文也是这样，唯一第一次历史记录先框了一个1.25兆空的没有项目的就是赖清德总统嘛，所以我们才要求说你来把我们讲清楚啊，你的1.25兆是从什么地方来嘛？然后现在美国帮你讲了，他们的战争部公布的。3100亿了嘛，对不对？现在开始看起来慢慢的，可能有6200亿又出来了。那这个项目只要他们公布完之后确认完，我觉得民众党也不会挡啦，国民党也不会挡，就跟赵大哥讲的嘛，我们就公开宣示，甚至这个条例里面清楚该加的。好，你说民众党这是第一期，要不要再追加？那个国民党之前就讲了嘛，你们可能是4000亿一直到9000亿嘛，如果项目是清楚，钱我们就可以给啊，所以。在野党根本没有挡这个国防预算问题，是赖清德每次都把它搞出一个僵局，而且他是创历史这个记录了。每次的什么不附属啦，什么过了以后要去什么大法官，一直都是以前陈水扁跟蔡英文没有做过的。那我希望今年被跪你要拜托这里。现在我觉得韩国瑜提出这个话非常好，我们就化解所有的这个争议，大家做出来为了整个台湾好，不管是总预算的赶快解开，用去年成功的案子一样。经过了这个案子，现在项目既然出来了，项目公布完，我们依照现有项目，赶快去把它让这个特别预算可以通过。徐校长回来。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这个礼拜要到美国签关税协定，说是最后一迈啊，最后了啊。因为之前大概谈的我们大概知道的就是说，25%的关税啊，以后变15%，不叠加哦。然后呢，232条款的半导体啊这些东西 AI 产品呢，以所谓最惠国待遇，就是不会比别人多了，别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那另外呢，这个台积电等这要到美国投资2500亿美金啊，然后另外呢，政府信用担保金融机构再去借出2500亿美金，这两回事哦。就台积电这些不需要政府的钱了，他们自己大概也有钱，他们去投资2500亿。但另外你上下游等等要去投资，那没钱怎么呢？银行借给他，银行借给他，银行倒了怎么办呢？政府来担保，但是还是要去投资啊，所以还是2500加2500就是5000，只是它的性质不一样哦。就像说在台湾，你跟银行借钱做生意，银行借你钱，你也去投资啊，你不能借了钱放自己口袋啊，那另外呢，现在这个。之前有讲过说，因为这美国商务部长讲说台湾太危险了，半导体放在这边离老公那么近，万一大陆打来怎么办？所以呢，40%的产能要移到美国，所以不止台积电，上下游都要去，我记得那个时候呢，郑丽君有说想把科学园区啊这种形态啊移到美国去，他现在否认了，他说不可能啊，这个最先进要留台湾，那日本熊本已经要做3奈米了，之前都是6奈米、7奈米了，不1年都已经做3奈米了。台湾现在做2奈米没错了，但是过一阵人家叫逼你做还是不做，我才不相信你抵抗得了了。就是头洗一半，一步一步逼你嘛，那而且呢，这个你现在说不可能，那商务部长讲很清楚啊，我就是要你40%的这个产能来这里了啊。那另外现在比较担心的什么呢？汽车关税是怎样了
哦，因为汽车的关税是17.5%，还有货物税啊，哦，那另外呢，农产品美牛啊、美猪啊、鸡啊，哦，然后呢，这个基因改造食品啊等等，到底要怎么做？哦，那对我们的农民影响是蛮大，几十万农民呐，哦，影响蛮大的哈。那另外呢，党内也说，哦，民进党内了说郑丽君表现不错啊，哦，说呢这个选台北市长啊。郑丽君说：“我只爱做政策，我不想搞实际政治，所以没有想要去这个管台北市啊，我只想做政策。那另外呢，台北市是谁？王一川说农历年后应该就会有答案，也是你还等到什么时候？本来就有，哎呀，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了。不管怎么样，台北市长多重要，那么总是应该推一个像样的人出来选嘛。我们看一下。”首都的市长选人会牵动北基桃首都圈的选情。新北市苏巧慧跟基隆的这一个董事长，他们都已经就位啊。那台北市长候选人一定下去之后啊，这个队伍一出现啊，就会决定我们首都北基桃首都圈的这个结果了啊。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就交给赖清德主席跟选队会去伤脑筋，大家不用着急啊。这个事情啊，会就是在农历年后啊，应该就会有一个答案了啊。亮君，台北市到底谁啊？我想，因为台北市，我之前在节目讲过非常多次哦，重中之重了哈。那当然，因为现在其实除了台北市以外，我们现在民党还有好几个县市首长，目前也都还在征询当中啦，包含像是花莲啊、桃园等等，其实也都还在征询跟评估当中。所以我自己认为啦哈，因为台北市重中之重，所以我认为恐怕是要等到压轴公布啦，因为它才有一个。就是带动整体2026选情的效果嘛，那当然我们看到说，如果能够提前开跑，那当然就是准备的时间也比较充裕啊。但我想这整个安排我想都是在整个进度里面啦。那只是说，现在当然基层也很希望说，那尽可能的把人选底定之后，那赶快的跟着这一些我们接下来的市议员，然后在接下来2026台北市的选举策略以外，整个北基桃的共同生活圈，其实现在大家也包含说未来有没有可能联合竞选这样子，其实一个规划能够尽早的来提出那应该时间还是就是会落在农历年后，就反正大家都该准备起跑那我想，当然蒋万安市长现在其实他自己有非常多的这些政绩，然后他现在也自己开始也慢慢的布局的选举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再拖了就赶快的把人选定出，然后带领整个台北市接下来的选举策略也好，以及全台湾的选情也好，台北市会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领头羊的焦点。来，建颖，你也是台北市议员，怎么看？我觉得郑丽君还是很有可能是代表民进党出来参选以之前民进党对他的一个造神的那几个动作来看比如说行政院长去机场接机然后宣传说这个关税谈判谈得多好。但我要讲的是如果郑丽君真的出来参选的话他的对美的谈判的这些东西就会被放大来检视，他真的谈得很好吗？举个例来讲，他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节目说，他说这个40% 要到美国去的这个半导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有可能，而且现在正在进行式。我举例来讲，可能观众朋友们不晓得，就是说台积电。台积电，我们就看到它最新的2月份刚公开的这个法说会，他说它的资本支出一个公司的资本支出是所有全世界法人都在看的，为什么？代表这个公司对未来的景气的看法，会赚钱我就投资多一点，盖厂房、买设备。台积电宣布2026年的资本支出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大概500亿。那我们来看去年它支出多少？差不多400亿，前年多少？300亿，所以它每年增加100亿。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好，我们假设台积电，他说他在美国要投资多少钱？1650亿美元，对不对？当然这不是1年就投资，那一般半导体来讲，这个分5年，好不好？好，让你差不多5年把它投资完这个3厂已经在亚利桑那州了。那现在亚利桑那州台积电还要投资1650亿美元，要盖第4座、第5座、第6座。那165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假设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500亿，明年资本支出让你加100亿，600，后年700，大后年800，第5年900，未来5年假设每年都是成长100亿美元，台积电未来5年的资本支出就是3500亿美元。那你来看1650亿美元除以3500亿美元是多少 percent？ 100， 47%，47%。
现在台积电都没有公布我这个资本支出是多少放美国，为什么？因为这太敏感了，他不会公布。但是会算数学的人，你算一算，光台积电它47% 的未来5年的资本支出放美国，你觉得台湾的半导体会不会未来40% 半导体产业链会不会到美国去？当然会嘛，母鸡带小鸡，台积就过去了嘛。而且你谈成这个5000亿要投资美国，你说2500亿这个美元是厂商自己出，另外2500呢，我呢融资给你，信用担保，那是什么意思？出得起钱的像台积电自己出钱过去，出不起钱的呢，我政府给你钱，让你母鸡带小鸡。帮助你全部过去，所以不是只有台积电会过去。我刚刚算数学给大家听了，47% 未来5年的资本支出哦，就在美国。其他的厂商当然过去，为什么？母鸡在那里，它需要的化学原料，它需要的设备维护，它需要的所有的东西，我一定要过去帮助它，因为那是我的大客户嘛，台积电嘛。所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绝对过去美国，这不是不可能。我觉得郑丽君在说谎。好不好？这是进行式啊。郑宪颖因为在台积电做过了，所以对台积电很熟。来，永平，我接着曾议员的说法哈，去的不是钱呐，去的也不只是产跟产能啦，去的是人才啦。这是天下杂志统计出来的哦，预计半导体关联上下游企业呢，将会超过2300家同步外移，这天下杂志做的。那除台积电本身外派的18000名工程师之外，这2300家的企业总计也要外移10万个工程技术精英。那10万个，这真是多大的数字？那他的工程精英只是在那个上班的人吗？是他的整个家庭啊。他的后代啊，通常呢，像曾宪颖这种脑袋很好的，对不对？小孩子也一定很聪明，是不是？那本来留在台湾呢，可能接续来就变台湾的人才，就像黄仁勋到台湾来，一直称赞台湾人才很厉害。可是你以这么大的数量，这么短的时间，整个外移美国，你要说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这个专利、我们的各方面不掏空，这可能吗？什么叫做专利？就是人脑筋里的东西啊，就靠这些很聪明的人才发明出来的东西啊。那你要怎么样保证留在台湾？是宝兄。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像说这个这个敲锣打鼓，说这个礼拜郑丽君又要率队去美国要签字啊。那但是问题是他讲一半，八字只有一撇，出口去美国的美国的东西进来台湾这一块都没有讲哦，一个字都没有讲。我这2天就接到业者反映了，汽车业者也好，农业业者也好，很紧张，很焦虑啊。他说汽车业变成17.5变0，我们怎么活？所以怎么活？货物税还可能再降的。对，货物税降，现在可关税17.5，还有货物税。他这样讲说，听说经济部准备了100多亿，不知道是美金还是台币了哦。来帮助这些汽车业跟它零组件业来转型来干什么？慢慢适应。如果是这样子，那你应该把时间拖长啊！你说我不是马上变成0，3年内，3年以后变成0，我逐步让你有适应。它现在不是我听到的是一次变成0。第二个，农产品、农产的加工品，棒棒腿啊，10%的关税一下子变成0，那我们的基隆怎么办？在过去，我记得是张俊雄，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阿扁时代，他还设立一个受进口损害赔偿基金，那时候搞1000亿，这里面有一个基金在那里，那这个基金要不要重启？这个政府要对农民讲话，到目前为止都说哎呀我们好棒棒啊，这个谈到15%，有什么有水果待遇非常好，不要忘了那是用5000亿美金的投资。换到的降了5%，降了5%什么概念？我们去年都出国到美国，大概2000亿美金，降5%就是我们少付100亿美金好了。假如说我们全部付，结果你少付100亿美金，多去投资5000亿美金。刚才永平讲的非常好啊，不是只有钱去啊，人也去啊，中间那一块都没有了。这时候来讲的话，老实讲，你说成功15%是成功，可是问题代价付很大。但是不要忘了。进口部分到现在都没讲都没讲，就是黑箱就过去了。以后里面农产品大家很担心一个，
美牛、美猪不再标示，现在都有标示嘛，美国牛、什么澳洲牛、什么日本牛，以后不标示了，美国也不标示，这个猪也不标示，牛也不标示，这个东西来讲对我们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政府还是可以像什么都不讲，就直接去签约了，怎么可以呢？休息再回来。好，那林义雄家的不幸的事件哈，说他们一个电影要拍，叫做《世纪血案》哈。那他导演叫做徐坤华哈，有六个声明，抱歉，说因为呢，当时他也不清楚啊，剧本不是他写的哦，当时呢他们在找导演就给他了，而且都说呢这个说讲的都是对林义雄家这方面的正面的话，所以他搞不清楚啊。不过他说我的身份对受害者家是一种伤害，我不懂他身份什么，后来才知道他爸爸他的祖父原来是警总的发言人啦，哦，所以呢就被认为是他的身份哈，这个可能会引起大家的这个就是情绪上的不爽了哈。他爸爸祖父是当年的警备总部发言人徐美玲徐美玲，所以就认为说呢，所以他就是我的身份那他会停止呢暂停后制工作了，但是他说他也没有太多的决策权了因为钱不是他出的，花了5000万吧这个花了5000万，那所以有7大争议了而且幕后资金也引起大家的怀疑，到底资金怎么来的不过听说这个出资人蛮有钱的有很多的事业了在大陆有很多的这个餐饮业吧那王一川说，将来哪个电影院敢上架，我们就要抵制那另外呢，这个尤锡坤说他曾经是林宅学院的嫌疑人没写名字，因为这边说这个33岁的人，宜兰人，专科毕业，174公分，体重52公斤，跟林英雄在一起，告诉林英雄半个头，皮肤黝黑，留长发，看起来有高瘦的印象然后呢，这个青年在台北市做生意，在这个常到林义雄家信义路3段31巷16号的林义雄家，所以呢被列为调查对象。所以呢，尤锡坤他说，当时呢他差点被当成调查对象那蒋万安说，林宅血案是台湾全体的痛不应该这个2度伤害那文化部长李远说呢，很不妥，很可恶，很可怕，这是践踏台湾人那柯文哲说呢，他说民进党执政18年了他说民进党呢，陈水扁执政了8年，蔡英文8年16年，赖清德快2年，加起来18年，为什么说没有真相呢？没有什么呢？我实在是想不通。照理讲，真相就应该再怎么查也可以查出来只是那么久，所有的党政全握在手上，这柯文哲的质疑了那沈伯洋委员呢是说，规模被那个档案大规模的被销毁了，而且呢有些还这个50年说这个保密50年，所以也不见得看得到那陈水扁说我不看看你都会拍，我就是不看说这叫做先斩后奏，没有伦理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世纪血案延上风波持续好几天，演员陆续道歉，导演神隐多日，终于出面。徐坤华长文道歉，并称剧本是由苏进士编写，由制作人郭木胜递给自己。询问当事人想法后，得到尊重林先生意愿情况下推进电影工作的答复，却也忽略自己警总发言人后代的身份已经对家属造成伤害，深感抱歉，将暂停所有的后制工作，5000万的制作费恐怕真的要打水漂。徐美玲将军是当时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所以他对这个案子本身他也很浓厚的兴趣。参演之一寇世勋也道歉，表示成长背景与环境的局限使我忽略了在威权体制下角色本身的背景难以切割的意识形态，呼吁制作单位取得相关人士正式授权之前停止后续制作与传播。谁投资谁拍谁编剧，那个他的不是说动机。就是可恶到不是动机他怎么不知道这个血案的重要性？文化部长李远语带愤怒，因为电影《世纪血案》以林宅血案为背景，却未经授权再诠释。文化部强调完全没补助，没有来申请辅导金，任何都没有。然后真的拍出来，我完全相信他又是在一次的践踏台湾人、伤害台湾人。
而且藐视我们的历史。直言要加速推动转型正义，了解真相。林宅血案发生在1980年的2月28号，不明歹徒闯入家中，林义雄母亲及双胞胎女儿不幸身亡。林义雄长女身中6刀，急救后保住性命。当时林义雄正值美丽岛军法大审，被拘禁。随后尽管曾悬赏800万弃松，调查100万人次，仍是未解谜团。电影试图翻拍历史，没能还原真相，却让当事者受到2度伤害。梁亮君到底怎么回事？我想这个世纪血案这一部电影它才刚杀青哦。那现在当然很多的演员都有出来道歉哦。然后我也有看到有一些演员有提到说，其实制作方并没有清楚的跟他们讲说这个剧本的内容其实是没有获得授权的，所以有一些演员当然对此也有一些维持啦哈。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最过分的事情就是说，我想林宅血案，这是台湾民主史上这非常非常严重的伤痛哦。那在当时一直到现在，真凶都还没有找到。那现在呢，随着这个电影的争议开始之后，我们也看到在网络上也有一些剧本被流出来哦。那这个剧本里面甚至还去做一个很奇怪的影射哦，去影射这个史明老先生哦，有可能是凶手哦。我觉得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哦。如果大家有去看现在在网络上所流传的这些内容哦，当然我认为现在剧组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就是暂停后续的事情。我认为这个是第一个没有取得家属的授权跟同意，我认为这部片就不应该继续往下拍。第二个是，如果这个剧本的内容他去做了不实的影射，而跟所谓的历史的真相以及这一些所谓的历史文件或法律文件没有去做这一些背景资料的搜集，而做出不实的影射，它其实波及到的是更多的人，不仅仅只是对林义雄先生的一家人来说，还有其他这一些因为这一部剧里面所影射到的其他人。那我觉得这一部片，不管是导演也好，制作团队也好，它背后到底带着什么样的动机，我其实到现在还是充满困惑。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放在跟林义雄先生家属一模一样的这个位置上，你去理解他们的心情的话，你就不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来影射其他人。我觉得这个是很过分的事情，就好像是要淡化当时的这些邪恶，或者是去扭曲当时的这一些历史背景哦。那我觉得现在当然这个很多人都出来批评这个整个制作团队，他们在从授权一直到剧本的内容都有引发很多的争议哦。那我觉得到现在，我其实真的觉得电影方是没有给社会大众一个很清楚、很坦白的交代，也没有一个很好的道歉啊。那我看到，当然有很多演员，他们有的也说要采取法律行动等等的，这都是演员他们自己在合约上的主张。可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哦，为什么历史需要一再的被提及，一再的被大家讲，而且在这个案子悬而未决、未找到真凶的情况下，为什么要一直讲、一直讲？就是因为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再被发生，也希望这一些记忆必须要刻在大家台湾人的历史心中，然后不要再让未来有发生一样的事情，然后更不要再二次的去伤害这一些家属，去打开他们过去的这些伤痛，甚至因为这样子的影视电影而波及到更多的其他人。林宅血案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很深很痛的一个历史的这个伤口。1980年的228那一天，林义雄的妈妈跟他的小孩双胞胎7岁双胞胎3条人命，那到现在都没有破案，变成一个悬案，那是多痛的一个事情。那对整个台湾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非常深的一个伤口。就现在竟然出现一个导演或者一个编剧，他要去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他连林义雄也没有问，他们家人，你不是没问哦，你也没有任何同意，也没有授权，结果你把它拍成电影了，都已经杀青了。所以现在变成导演出来道歉，我看那个包括霍思欣一些主要的这个演员都出来道歉了。我讲一个，不只是林义雄家属这个事情，历史的那个伤痛特别是如果当事人都还在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
慎重跟敬重对方。我是台湾第一个，我228刚开始这个228纪念公园开始228那个碑文啊，开始要公布的时候，那个碑文我是第一个当记者的时候，在中国时候把它当成独家新闻写出来的。我本来想说，这个写出来之后，我在想228当天总统去，然后揭开这个碑文，然后是一个还给这个家属可能一个抚平，结果不是大家知道那天发生什么事吗？前天晚上就有人去把那个碑文把它撬开了。那个碑文本来是要做比较名义的这个平复，他本来是希望说历史还给真相的同时，是帮这个228的受害家属的。可是一些家属都还是没办法承受的。你看他们都把那个碑文都把整个撬开。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帮历史的受害人，特别是悲剧，帮他做阐述，或者是帮他做某部分的这个解释。你现在把它拍成电影，你连当事人竟然都没有问不要说他没有同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突兀，而且对整个台湾社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口啊。所以今天，当然主要演员跟导演都道歉了，然后一方面就是说，我希望这个事情是早一点落幕。可是对林英雄家族这个整个血案我相信要的还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真相啊。现在民进党好像已经执政了17年了吧？从阿扁那时候就开始说一直在追真相，甚至以前李登辉总统他们就一直在讲说要追真相。民进党已经从阿扁已经是8年了，后来蔡英文也8年了，现在清德已经一年多了嘛，对不对？这个老蒋也不分朝野，就是说一方面有些人在那边一直在编故事，或者说没有当事人的那个同意的时候拍成电影，我觉得这都是不合适的。那重要的就是说，政府过段时间他也会解密啦。我觉得很多真相要留给这个未来，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受害者这个家属多一些敬重都不要传来传去，这是非常不好一件事情。对了，这个林宅血案当时是真的是震撼整个台湾社会，甚至国际社会的震撼，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让人就很难想象。不过林义雄先生本身后来我还访问他好几次，我觉得他非常好，就我每次邀请他访问，他都没有拒绝一次的，谈各种这个其他的，比如当时的核能啦，或其他的问题啦，立法院啊等等他都接受那陈水扁自己跟我讲，陈水扁亲自告诉我，他说他很感激林义雄，因为林义雄当党主席的陈水扁选上嘛，但是选上后他说林义雄没有跟他交代半个人事、半个政策，林义雄都没有。陈水扁说：“我真的很感谢。”他照理讲，科学家这个人不错，用那个人。说林义雄一句话都没有跟陈水扁讲，没有教他任何一件事情。所以阿扁跟我讲说，他说他心里面是很感激林义雄。所以林义雄基本上是一个人格者了，他的本身的这个人格是值得钦佩的。但是家属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很大的悲痛。就是为什么到现在都解决不了，没有办法查到这个案子这事我也很不解。休息一下再回来。好，1.25兆军购，因为朝小野大，所以卡关。陈水扁说我很同情赖清德，他比我还难做。陈水扁那时候也是朝小野大，但陈水扁就很聪明啊，第一个先用唐飞当行政院长，虽然不是国民党这个同意的，但至少用了一个国民党的人嘛，那所以呢，他说他不好做了那另外呢，这个陈水扁说在野党。国家安全，你们可以开玩笑吗？另外呢，人家就问说赖清德真的有没有机会被特赦？你陈水扁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想赖清德特赦你，所以为他讲话？陈水扁说：“拍谁？你问对人你问我要问谁啊？他谁也不知道。你问我问人，你要问赖清德才对啊！你们问我呢？所以阿扁呢是脑筋还是很清楚的他说，如果时光倒流，他不要从政了。宁愿做个赚钱的律师陈水扁那个时候呢，这个因为诽谤案在当市议员的时候判刑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要去坐牢。我说你要搞清楚我说政治不是当谁也不知道他会当总统嘛，但当然真的不知道。我说政治是一时的你去坐牢，你律师资格就没有了律师那个时候律师多难考啊，一年才考5、6个。但是你吃饭的家伙我要避免他想清楚我就力劝他还找了当时张建邦议长来劝他他说我要去坐牢，我要去坐牢劝他不要，后来没有去，还保持他律师资格。可是他当总统你第一任当完就算了，你非要去搞那个第二任，第一任的民调其实很低的，搞了第二任又搞出2颗子弹，当然他不承认，但是外面都至少蓝营都认为2颗子弹自己搞的如果当时第一任结束也没有这个事情，好吧？所以我常常觉得很多时候
你虽然说这个总统像这种位置，大位不以自取啦，真的时也运也命也，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是真取得到也不能就是好，你取到好好做。如果你刀天之幸，对不对？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勉强当了，下场也未必见得一定好。问题是现在太晚啦，我做个律师赚钱多好啊，干嘛去搞从政呢？而且你从政就不应该去赚钱啊，当官就不要赚钱，赚钱就不要当官，这是铁律嘛。我们看一下。前总统陈水扁替昔日盟友因核能立场而分道扬镳的前立委林义雄抱不平。要拍人的故事，要经过人同意嘛，这是天经地义的代志，敢是安尼？所以你袂使讲拍的时阵，再过来回失礼，讲无我的这个已经骗错，我要总关出来。要做这样代志，天大地大，林宅血案，什么人唔知影？遐连凄惨的代志。由林宅血案改编的电影《世纪血案》爆出剧组没取得林义雄跟家属同意就翻拍，陈水扁直言不厚道，而这场由台南一中校友交流会的座谈会邀请陈水扁分享就学时期对从政影响，但陈水扁开场就先自嘲无缘主持电视节目。感谢大家来收听总统进来讲会员的节目。先前自曝本来要主持总统进来讲，但行政院长卓荣泰下令不准播，否则抓回去关。但前总统显然没在怕，因为根据台中监狱的5不原则，不进会场、不上台、不演讲、不谈政治、不接受访问。但陈水扁大打擦边球，以自身经历谈1.25兆军购预算，因为当年也是被在野党联手阻挡。国防预算、国家安全，也但开政治的玩笑吗？国家的安全全部都玩掉，可以吗？用我的经验，当到尾啊，马英九开讲伊也要买彩电潜舰啊，人总统也换人啊，政党也搁轮替啊，换民主党的奥巴马人讲无见卖啊，所以我们知道咧彩电，咱咧所谓的国建国造，真正歹势，比我更加歹势，所以更加爱支持咱的大总统1.25兆，安尼好吗？力挺赖总统的1.25兆军购，陈水扁这一次演讲平踩红线，但有没有违规，得看中间如何认定。我看阿扁活力十足脑筋很清楚来永平。这样会变国际笑话大家截图他的那个口若悬河，然后说这就是台湾保外就医的典范，这实在是我觉得民进党如果想要放着他爬照，可不可以不要让那个监狱跟司法系统这么丢脸蒙羞，就不要用保外就医的名号，你用点别的方法可不可以？那至于陈水扁他自己说若时光倒流，他不愿意从政，宁可做律师，我是相信的。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去进台大的时候，陈水扁他作为学长相当有名当时我们也不晓得他会去做台北市长，更不知道他会去做总统，更不知道他会弄出319枪击案。可是当时他在台大就有名，为什么？因为他大3就可以考上律师，很厉害非常厉害。那时候律师很不好考，那时候律师超级难考。他跟谢长廷都蛮厉害的，对，非常厉害。而且呢，他是人家那种要考律师，第一个1年才个位数字的，你都要想，你要在法律系的时候拼命读书，然后你还要去毕了业，你要赶快去法律事务所，赶快去熟悉各种状况什么千辛万苦才能考上。他大学没毕业，还不到大4、大3就考上律师，所以以他后来他在竞选的时候，我也有去听过他的演讲。以他那种口才之溜什么东西，当年他如果是律师真的他可以赚很多钱，就不必在他用这种贪腐的方式搞那个海角7亿了，他自己就可以赚到。那也不会说搞到儿子也不能够选然后他现在整个家庭然后现在整天还要拜托这个大家给他一点施舍然后头发都不必染每天这样活力十足，还要等到要到法庭的时候就要装着手又要抖，变成是保外就医的一个合格犯人。我是真的觉得人生走错路，大家要以陈水扁的案例为引荐。当然看到阿扁总统元气满满，也觉得是蛮好的。然后，那这个阿扁总统讲的这个说
做律师赚钱哦，这应该会比较快活，真是很认同啦。因为真的，你如果要从政，就不要想着会赚钱；如果你想要去赚钱，你就不要来从政哦。这个我是感同身受啦，毕竟做了8年到现在财产还非常少。但我觉得，当然现在这个陈水扁总统有提到这个1.25兆的军售啊，那我还是觉得说国家安全当然是摆第一啦，那当然在这一些所谓的采购项目上面，各党各派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我想都应该要理性冷静的来去谈，因为国家安全、人民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事。来，赖委员。这陈水扁用他过去的经验呢，我记得那时候很清楚，他推一个6000多亿的，6100多还是6300多，6000多亿的军购案，那时候的潮更小也更大，因为国军两个加起来好多啊，这个东西，可是他怎么样？他一套进愣了，他头很软，他知道说我进2步退1步，进1步退2步，他会这样子进退进退。赖清德不是啊，赖清德永远就是进。永远就进攻，永远修理在海党，有机会就骂在海党，这个东西在学阿扁学不来的。因为我有国民党委员告诉我，陈水扁为了当然比较重要的党团干部，陈水扁用专车把他载到官邸，去跟他面对面吃饭聊天来说服的。他陈水扁是这样子的，来建议。我觉得听阿扁这样。